前阵子英国王室成员当中人气最旺的凯特王妃很久没有公开露面，各种夸张的阴谋论传得沸沸扬扬，这个王室形象也一度跌落谷底。但后来整起事件却又从迷因变成了癌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凯特王妃癌症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初，凯特在哪里成为了英国社群上面的热门标签？因为原本在媒体上面非常活跃的英国凯特王妃，从去年的圣诞节之后，竟然有2个多月的时间完全没有公开露面。3月中呢，凯特王妃发照片辟谣，想要告诉大家我没事，结果却引发了更严重的阴谋论。有人觉得她是被小三揍到毁容，有人觉得她早就死了。后来凯特呢，再透过影片承认自己罹患癌症，事情才终于稍微告了一段落。有人认为呢，英国王室整个公关处理的过程简直就是公关灾难教科书，代表他们过去的处理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先来看看凯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民间出现了哪些疯狂的猜测，王室的公关处理有什么问题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黑咖啡跟美式咖啡其实不一样吗？2个都是 Espresso 加水，到底差在哪？今天就用这台伊莱克斯咖啡机直接做给你看。虽然只是顺序不同，但喝起来是有差的。因为 Espresso 有咖啡脂，美式呢先加水会冲散掉，喝起来呢比较清爽。反过来有黑咖啡后面才加 Espresso，Crema 呢会留在表层，喝起来就比较浓郁。不管你喜欢哪一种，这台伊莱克斯半自动意式咖啡机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它的双重加热系统让你萃取时呢可以同时打奶泡，保留 Crema 风味的同时，奶泡呢也一样绵密好拉。在家就可以制作多种的饮品，而且只要50秒就能够快速的热机，一起床马上就可以喝到咖啡，价格还比市面上同类型产品便宜快一半。目前泽泽预购呢还加赠 7-Eleven 商品卡，喜欢的话赶快点击下方看看吧。今年1月，王室官方表示，凯特住院进行腹部手术，虽然手术顺利，但她需要静养到复活节，也就是3月底。这个消息原本没有引起太多的怀疑但从2月开始，就越来越多人觉得不对劲。因为呢，从伊丽莎白女王过世之后呢，凯特几乎就成为了王室最大的焦点。平民出身的她，作风亲民、优雅漂亮，而且形象冷静，总是乐观又坚强，被视为是王室甚至是整个英国稳定的力量。就算刚生完小孩凯特也能够在短短的7个小时之后容光焕发的完美亮相。她过往呢在社群上面也很活跃，但这一次凯特却突然在媒体上面消失了1个多月，中间只有王室简单的公告说她去动手术而已。反观2月初呢，王室却非常清楚的跟民众说明了国王查尔斯3世罹患癌症的消息。接下来呢，2月底，凯特的丈夫威廉王子也无预警的缺席超重要的活动，还拒绝透露原因。这种种的不寻常呢，都让民众觉得很奇怪。所以从2月底开始，凯特在哪里呢？这个标签就越来越热门。3月初，有狗仔拍到了凯特开车的画面，但很多人怀疑那只是替身。为了平息担忧，3月中呢，凯特发布她跟3个孩子的母亲节合照，还说这是威廉拍的。没想到呢，这一发却变成了提油救火了，引爆了更严重的阴谋论。很多人发现呢，凯特那张母亲节照片不但有很明显的修图痕迹而且还非常不专业，像是这个袖口拉链、手指等等呢，都有一些对不上或是模糊的地方。2024年的3月11日，凯特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确实有修图他说：“我跟许多业余摄影师一样呢，偶尔会尝试编辑照片。对于那张照片给大家带来的纷扰，我很抱歉。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庆祝快乐的母亲节。”不过，这个道歉恐怕没有让大家更快乐。在他承认修图之后呢，包含了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以及这 Getty Images 等等的知名通讯社都马上下架这张照片，同时标示它不真实，甚至呢还呼吁其他媒体也应该要下架这张照片。美联社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呢只会使用精确的影像，如果是经过变造或数位操弄的图像，他们绝对不会使用。过去这些大报社呢很少如此的严正指教，还一起大阵仗的下架头版，尤其对象还是王室。所以凯特的照片呢跟道歉也被解读成了王室造假，导致网络上面的阴谋论又达到了新的巅峰。由于凯特过去的公关表现有近乎完美，从不出错，但现在却主动发了一张破绽百出的修图照。而且这次凯特呢不止主动出来道歉，还用个人的口吻发布贴文，完全不像过去王室的作风。或许是因为这些状况呢，让很多人都觉得无法理解，网络上面流传的阴谋论也开始越来越多。
第一种常见的阴谋论呢是外遇说，这一派的论点认为凯特跟威廉的婚姻应该有问题，因为在那张母亲节合照当中呢，凯特没有戴婚戒，有人甚至推测凯特一直不露面，就是因为他被威廉王子的小三打到毁容，而且那个小三呢甚至还是凯特的朋友。第二种常见的阴谋论呢是死亡说，这派的论点认为一定是有人死掉了。有人说呢，凯特早就死了，所以王室呢才无所不用其极的掩盖消息。有人猜死的可能不是凯特，而是王室里面的其他人，他们只是想要把凯特当成烟雾弹来转移民众注意力。那当然，其他阴谋论呢还有非常的多，比如有些人认为凯特是饮食失调，有人说呢他是去做这个巴西提臀手术，还有人说凯特应该是把他的肾脏捐给了查尔斯国王，并借此换到了成为女王的机会。那眼看舆论持续的沸腾失控，3月22日呢，王室与凯特终于发布官方承认，凯特其实是罹患了癌症。在这支影片当中，凯特表示今年1月的腹部手术的确很成功，不过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发现了癌细胞，所以目前自己正在接受预防性的化疗。那也因为这个治疗需要时间休养所以凯特请求大众给他们一点点安静的私人空间。凯特说呢，目前她跟丈夫也还在想办法要跟孩子说明自己的病况，但她承诺呢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工作岗位。同时，她还鼓励所有正在抗癌的民众。那在这支影片发布之后，舆论风向的大转弯呢，有些散布阴谋论账号立刻删除发言、发文或者公开道歉。英国民众普遍表示同情或难过，不少人呼吁群众应该要尊重他的隐私。而台湾观众呢，在相关的新闻底下留言，也多半为凯特加油。有癌症病患觉得呢，自己真的有受到他的激励。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坚持认为这部影片可能是 deepfake 或者是 AI 伪造的，真正的水还很深。那另外一方面呢，相较于这个舆论的大转弯英国主流媒体的态度反而从头到尾都很一致。他们一开始呢就试图帮忙辟谣，后来也持续的呼吁大众应该要尊重凯特的隐私。那当然，这些努力都没有凯特的一支影片有效，而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事情会变成这一连串的闹剧，就是因为王室的公关原则有非常大的问题。关于英国王室的公关原则，或许我们可以从前任女王伊丽莎白2世来解释。女王的座右铭呢是 Never complain, never explain， 永不抱怨，绝不解释。简单来说呢，它的核心概念是力求低调中立，恪守本分与勤务，不会在公开场合显露或发表任何女王身份以外的个人意见。在这个原则之下呢，女王本人一直都没有成为八卦的焦点，她完美几乎没有争议的形象更是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女王逝世之后呢，就连普丁都表示哀悼。而对于王室来说呢，这个公关原则不只可以让他们的家务事留在家里，还能够对外展现一致的王室形象，满足外界对他们的期望。但是这些低调、不抱怨又不解释的原则，其实就不太符合人性，就连王室的成员呢，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遵守。比如说，哈利王子在2023年初曾经出版过自传，他跟妻子梅根呢，也经常主动把自己推到镁光灯下，试图呢透过各种的方式揭露王室的问题。那当然，相对于其他人凯特几乎可以说是王室成员里面最遵守这些原则的人，而且大家也觉得她具有非常多女王的美好特质。但连这样的凯特也出事，就让不少人觉得这代表王室过去的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有人分析，之前不多解释的态度之所以有效，一方面跟戴安娜有关，一方面跟时代有关。当年威廉王子的母亲戴安娜王妃就是被狗仔超速追车呢，才车祸离世。所以后来英国媒体对王室成员的私生活就比较克制，两者之间渐渐能够取得互惠的平衡。但现在的社群时代，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不再受到传统媒体的限制。那些想要知道更多的人，总是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探听、猜测王室成员的私生活。有的人喜欢趁着话题的热度，透过各种方式来吸引关注，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所以有人觉得王室的沉默或者是谨慎，却反而间接的催生出了阴谋论。因为如果你不把故事讲清楚，大众就会帮你脑补。而这样的发展呢，不只会伤害到王室自己的形象，甚至还会破坏王室跟民众之间的信任。尤其现在造假更方便了，信任关系更难建立，就算事后要辟谣还不一定有效。偏偏阴谋论这种东西呢，对人们来说就是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像是利物浦大学教授耶茨就分析，凯特阴谋论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是因为英国王室一直都很神秘。想要知道秘密，这本来就是人的天性，而大家参与讨论的过程呢，又能让他觉得我好像知道了什么秘密了，非常满足。而伦敦国王学院的阴谋论专家阿灵顿呢也说，当大家对某件事情感到好奇，但无法获得答案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乱猜。而一旦人们开始乱猜，或觉得一切都另有隐情的时候，任何官方的说法都会更容易受到质疑，更难说服他眼前的这个就是真相。
看完整个来龙去脉之后呢，我们觉得这次阴谋论会大喷发可能是有很多的特例构成的结果。一方面，凯特正好是现在王室里面最受关注的人；一方面，最近正好又发生了查尔斯国王罹癌，而王室处理的态度看起来又有2套标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凯特相对年轻，如果把凯特换成伊丽莎白女王，她用同样的方式想要保持隐私，阴谋论可能就不会这么的疯。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我们也常常忍不住会去比较王室跟偶像差别，因为这两者好像几乎都很难保有自己的隐私。不过偶像呢，多半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自己维护就好。但王室的人设呢，通常相对抽象，比如说呢，要有责任啊，要永不放弃等等。这形象不仅更难塑造，很不人性，而且呢，王室更是一个整体，要所有的人都能够长期维持这个统一的对外形象，真的超级困难。另外，我们还观察到，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英国传统媒体的表现很收敛。有趣的是，虽然他们很努力的想帮我们辟谣，但似乎完全镇不住舆论，或者是自媒体们的各种阴谋论。而事情转变的关键呢，反而是凯特自己发布影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比起过去女王时代，王室多半透过媒体来发声，现在的成员们可能也需要更习惯的把自己当成自媒体，透过及时的群众沟通来建立新的信任关系。当然，这样子的方式也可能呢会让王室成员的生活压力更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非常的希望凯特王妃可以成功的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好的，那最后呢，想要问大家，这一次事件你觉得最让人意外的地方是什么？凯特一直隐瞒病情，完全不懂为什么他一开始不说。比英国人的想象力超丰富，有些阴谋论我还真的想不到。所以英国媒体的自律这样会为了辟谣而努力。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凯特王妃癌症的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戴安娜王妃以及哈利梅根登出王室。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